最近，包括澳洲、荷兰等国的国会陆续通过758决议文，不涉及台湾的动议，也就是说，把这件事情跟台湾做排除。民进党呢痛骂国民党，两岸紧张，我们还需要敌人吗？民进党在扯台湾人的后腿，明明2758号决议就是牵涉到一个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这跟台湾的地位并没有关系啊。台湾已经在马关条约、波茨坦公报中已经回归中国了，所以这个完全没有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的问题啊。你现在呢要大家认清楚看这个，那不是更凸显出联合国把我们的逐出？那你不就反向认定他吗？你今天说他不牵涉台湾，没有错啊，他本来全文就没有台湾。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2758决议文最近，包括澳洲、荷兰等国的国会陆续通过275号决议文，不涉及台湾的动议。那民进党呢，也在研拟说要做相关的决议。所以荷兰国会说啊，拒绝中国扭曲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文的动议当中，也就是说，把这件事情跟台湾做排除。那这很有意思啊，因为在我们现在民进党的史观当中啊，这叫美台断交啊。2758号决议文之后呢，我们被踢出联合国嘛，就台湾退出联合国。事实上，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这里就可以充分凸显出这个名词的荒谬性嘛。那事实上这件事我觉得好玩的地方是，民进党当然是痛骂国民党说两岸紧张，我们还需要敌人吗？我更想探讨是背后所反映是台湾史观的矛盾跟破碎还有断裂。执行长你怎么看这件事？我说民进党在骂国民党说扯后腿哈，我告诉你们了，民进党在扯台湾人的后腿。明明2758号决议就是牵涉到一个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这跟台湾的地位并没有关系啊。台湾已经在马关条约、波茨坦公报中已经回归中国了，所以这个完全没有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的问题。那我今天是要讲，我之前就提醒我们国民党不能够上当哦。今天很简单，民进党团在立法院搞这个决议哦，就是一个设局，他要蓝白进入这个局，进的局如果支持就代表说民进党是对的，如果不支持，蓝白就是亲中卖台。简单讲，他们无论如何都赚嘛，赚政治红利嘛。可是问题是赚政治红利却出卖台湾人的利益。话说回来，如果今天民进党要玩真的，他不应该搞2758号决议，他应该在立法院通过决议说要求中华民国政府跟美国重新恢复邦交、建交，这才是正办嘛。要求美国承认一个中国是我们中华民国嘛，或者是蔡正元委员的建议要求外交部积极联合友邦及国际民主阵营在联合国大会提案修正2758号决议，不要迂回嘛，直接责成外交部去联合友邦及国际民主阵营在联合国提案，这样才是正办啊。如果你不我刚刚这提的这两种，你只是在打假球，你只是在利用这些民众不懂什么是2758号决议，误以为说你这些行为是在挺台湾，错，你这个是在害台湾，因为根本不需要去争执2758号决议，那个没有意义。因为我们在2758号决议当年表决的时候，已经否决了两个提案，就是两个中国跟一中一台。今天美国的官员，拜登政府官员重新烧起这个2758号这个争议，我认为拜登政府是不怀好心的。我也公开讲了，他们是要把2758号决议延伸成台湾地位未定，所谓的一中一台的这个隐隐然的这影子。但是台湾当然民进党政府乐于参与其中嘛，但是这个时候我就要引一个国际很有分量的新加坡的资深的外交官，也承认联合国大会主席的马凯硕先生，他最近应邀来台，他曾经建议我们说，台湾真的要谨慎哈，不要被一些看起来在帮台湾，事实上是把台湾当成踏脚石。他举例像裴洛西嘛，他来台湾只是增加他个人的曝光度，就把台湾搞得很惨。中国要发动围台军演，美国连一句话都不敢讲。今天也是啊，你不管是荷兰国会、什么国会、澳洲国会，你通过这个2758号决议，对他们来讲都是在搞抗中牌，提高他们在国内的声望，对台湾会不会造成影响，他们根本就不在乎。2758号决议文就是在第1976至1971年的10月25号所决议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当时中华民国政府是不能接受，对，所以他必须用退出的方式来回避。结果你现在呢，要大家认清楚看这个，那不是更凸显出联合国把我们的逐出？那你不就反向认定他吗？你今天说他不牵涉台湾，没有错啊，他本来全文就没有台湾的任何代表。他的语义就是说他不承认自己属于中国了。但是好笑的是，你让大家看更清楚这一条，你不就在自己扇自己打脸，说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吗？自己打脸，因为主权的代表大家都错了，人民、土地、政府、主权4个要素嘛，主权里面还包含国际法人的承认啊。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台湾至今不可以承认2758号决议文的效力。结果你还回去承认2758号决议文的效力，那笑话嘛？那请问你赖清德口口声声说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这是打脸了。
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它的名字叫中华民国。你不管哪一句话，你通通不成立嘛。你只要承认了这个，你就通通都不成立了。那就让人家想到说，这个事情是不是背后有一股更大的力量在操作？美国副国务卿 Kurt Campbell 最近呢在宣示啊，那他就说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已经超过了冷战时期的挑战，并指控了北京对俄罗斯国防工业的支持是来自中国领导阶层的。那他除了跳出来讲这件事情之外，他事实上呢就提到了中国以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作为工具，损及台湾的地位哦。所以这两件事我会把它放在一起看哦。比如说这一波针对2758号决议文的状况呢，感觉得出来是由美国来发动的，而这个 Kurt Campbell 他的发言是在印太区域强权竞争听证会哦，所以很明显啊，就是把剑指中国的部分哦。那他就提到说，2758号决议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在联合国唯一的代表，并驱除蒋介石代表。此后，北京就把2758号决议文跟一中原则做捆绑，扩大解释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无需另有代表阻止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组织活动。但实际上，他的决议确实有提到蒋介石，但未触及台湾地位。那这个说法是美国的国会议员叫做巴尔所提出来，要求坎佩尔做出回应啊。坎佩尔说确实是如此。哇，这个是一个官方态度，所以这一波来的攻势蛮凶猛的。民进党推动这个案子就是一个伪装的台独案。你要搞独立你就去叫，可是问题就变，人家后来发觉查遍世界的宪法，没有一条宪法叫台湾国宪法。中华民国宪法里面有没有台湾这个字？没有啊。所以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在台湾这个国家叫中华民国。所以你在闹758闹什么？我跟你讲啦，只要你今天赖清德跟你民进党，你们还把中华民国供在那边的话，你没有把台湾跟中华民国切断，消灭中华民国，创立一个台湾国的话，你去讲那个2758协议就是无知，就是在那边胡闹。因为这个案子的主旨在联合国这个讨论的案叫中国代表权问题。当时的中国在联合国谁代表中国？是你中华人民共和国呢，还是中华民国？最后决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那你中华民国是不是还在呢？还在啊。所以你2758决议是决定中华民国不在联合国里面，问题就变成中华民国跟台湾什么关系呢？现在中华民国跟台湾的关系就是赖清德跟民进党死扒着中华民国这个牌子。你说我跟中华民国断了关系，你跟2758决议就没关系。对，你不是要搞台独，你去搞台湾国嘛？你干嘛死扒着中华民国这个牌子呢？所以你要做总统就有种一点，你就做台湾国总统嘛。为什么你去做中华民国总统呢？当时2758决议文里面，这里面有什么猫腻？我觉得这个用语的话，当时中国大陆当时的参与联合国代表团他们的一个讲法，也就是他不在里面直接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两个对立起来。因为中国代表权基本上中国参加联合国的原始使用名称国民是中华民国 Republic China， 他就规避了，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它之间是不同的国家的概念，他还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视为一个国家，那只是政府继承而不是国家继承。